副董说道，2个也可以，但前提是你得赶紧恋爱，找个男朋友，然后结婚才能生2个曾孙给爷爷抱抱。傅婉宁无奈地对周扬说道，看看我爷爷，逮着机会就催婚。周总，你家里人催你婚吗？一样的，不过长辈虽然催我婚，倒也没有逼迫，也跟我说过不要将就。我跟他们说过，我不会打一辈子的光棍，不用担心我不结婚，但得等我遇到我喜欢的人，我愿意为了他结束单身才行。这不，我还在等着我的正缘来敲门呢。2个人都经历过被家里人催婚，感觉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不少。周扬带着爷孙俩出了酒店，哥，这里。宝宝按下车窗，朝周扬挥手叫喊。小19也按下了一点车窗，露出一双眼睛看着，见到周扬身边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大哥哥。小19问道，大哥，那就是洋洋表哥的贵客吗？那个大哥哥怎么和你们不一样呀？他胸肌真好。宝宝扑哧的笑，纠正的道，那是大姐姐。副总是个女孩子，她只是中性打扮。不是，19，你眼睛没问题吧？副总穿的是裙子呢。小19说道，我眼睛才没有问题，我以为她是男扮女装吗？她都没有留很长的头发，跟我姐姐不一样，我姐姐留长头发的。她见过的女性大多数都是留长发，那位大姐姐的头发却跟她的一样短，不是所有女孩子都留长发的。副总是为了方便才留的短发，也太短了吧，他看起来真的像个大哥哥。他要是不穿裙子，我想肯定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大哥哥。这话战慕晨便没有反驳。从背后看，副总的确以为是个男人，但他又不是刻意的女扮男装，跟他三婶年轻时不一样。三婶年轻时是刻意的女扮男装，而且一直以乔家少爷面对众人的。傅婉宁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男人，他一直都以女性面目示人，就是喜欢穿西装，留着跟男人一样的短发，行事作风也像极了男儿。大哥哥，那大姐姐是表哥的女朋友吗？小19人小鬼大，看到周扬身边有个女人，就以为是周扬的女朋友。不是，是表哥重要的客户，想去我们家参观一下。小19哦了一声，他们走过来了，别说了。小家伙还知道说别人的闲话时，不能让人听到。大哥哥，你别和任何人说，我刚才误会大姐姐是个男的哦。小19叮嘱他哥，怕他哥将他看走眼的糗事说出去。那个大姐姐穿着裙子呢，他都能看成是大哥哥。他刚看到对方时，的确是以为是个哥哥，还奇怪哥哥怎么穿裙子呢？原来是姐姐。宝宝哈哈的笑，你还怕别人知道笑话你啊？以为我小不要面子吗？宝宝笑得更厉害了，小屁孩一个也知道爱面子。等周扬进钱了，宝宝开了车锁，下车给傅家爷孙俩拉开了车门，请他们上车。周扬坐副驾，19，这是傅爷爷和傅姐姐。周扬告诉小家伙。小19看着傅董，甜甜的问好，傅爷爷好，又看向傅婉宁，傅姐姐好。傅婉宁笑着伸出右手，小家伙赶紧伸出右手和他握了握手，很开心，因为傅姐姐没有把他当成小屁孩来看。麻烦站少跑一趟了。傅婉宁对宝宝说了句，没事，我反正在家里也闲着，就跑一趟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我应该早一点出门的。宝宝等大家都上车后，开车离开了酒店。洋洋说道，我没想到你要过来接我们，想着自己开车过去的。他也说过不用表弟来接，但宝宝坚持要过来。我在家里碍着我爸的眼，我只好过来接你，免得我爸看我不顺。周扬笑道，姨丈还是很疼你的，宝宝是姨丈的第一个孩子，姨丈怎么可能不疼宝宝呀？虽说有了贝贝后，姨丈更疼贝贝，但宝宝在姨丈心里的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一路上大家聊着生意上的事，
小十九听不懂，他便专注地玩他的玩具。傅婉宁见他不吵不闹，两样玩具反复玩着也不觉得腻，认为这个孩子定力很好。听说战家的家风好，基因也好，传言应该不假，5岁大的孩子定力都这么好。战牧尘的好，傅婉宁仅是见过1次面就知道了，也怪不得他爷爷更希望战牧尘能成为他的孙女婿。傅婉宁对战牧尘是没有感觉的，应该说他对哪个男人都没有感觉，他轻易不会动心。不管爷爷说什么，傅婉宁都不会将战牧尘当成对象，他不喜欢姐弟恋。一行人回到悠悠山庄时，临近中午都可以吃饭了，还没有到山庄门口时，仅是到山脚下，傅婉宁就被山脚下的那成片成片的花田迷住。不喜欢拍照的他都掏出了手机，对着那成片成片的花海拍了2张相，真的好美。沿着盘山公路上山，一路上的风景也很美。等到进入了悠悠山庄，傅婉宁忍不住按下了车窗，欣赏着车窗外的美景。战牧尘直接开车到中心主屋门口才停车，省事儿，就是看风景的人只能走马观花，一晃而过。管家看到大少爷的车子回来了，马上回屋里告诉等待的众人。海童夫妻俩从屋里迎出来，婉宁，海童上前帮傅婉宁拉开车门。婉宁，你们来了。海童在傅婉宁下车时，就亲热地拉住了傅婉宁的一边手，又略略探头进车内和傅董打招呼。大伯娘。小十九看到海童那般亲热地拉住了傅婉宁的手，他心急地跳下车，就朝海童伸出双手要他抱。傅婉宁微笑地向海童夫妻俩问好。在海童抱起小十九后，他夸赞小十九这孩子定力很好，一路上都没有乱动，安安静静地玩他的玩具。小十九被陌生姐姐夸赞了，小脸泛红。海童笑道，那是他和你们不熟，不好意思，这孩子呀，调皮得很。放假在家，他爸妈都头痛极了，这里翻那里翻，家里很多东西他都拆了。大伯娘。小十九红着脸叫了一声。海童笑着，好好，大伯娘不说了，咱们小十九也是要面子的。小十九说道，我是人，是人都会要面子的，以为小孩子就不要面子吗？众人哈哈的笑。战印伸手把小侄儿抱过来，让你大伯娘抱了一下就好了，你已经长大，让你大伯娘抱那么久，她会累的。大伯，我还是小孩子呢，我还没有长大。是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大伯抱你不好吗？小十九搂住战印的脖子，好，我最喜欢大伯的了。你骗大伯的吧？你不是说你最喜欢的人是你姐姐吗？你呀，见到谁都说最喜欢谁的。战印不客气地戳破这小家伙的甜蜜谎言。小十九嘻嘻地笑，姨丈，小姨。周阳下车后笑着问好，然后和宝宝一起去车后面打开了车尾箱，从车尾箱里拿出不少的礼盒。海童夫妻俩和傅董打过招呼后，他才说外甥又买这么多东西来。小姨家里什么都不缺，补品一大堆，吃都吃不完，你们还老是给我们买补品。孩子大了后，只要放假回家，都会给家里长辈买些补品。周阳这个外甥也不例外，只要来了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宝宝说道，我都跟表哥说了，表哥还有副总都坚持要我停车，他们去买了这么多的补品。副总说今天过来打扰咱们，哪能空着手过来。海童说，傅婉宁，婉宁，你太客气了，就一点小心意，海阿姨不要嫌弃就好。不嫌弃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不嫌弃。婉宁，你今天很漂亮，这条裙子很适合你。海童夸了2句，他伸手轻摸一下傅婉宁的头，说道，你要是留长发就更好看了。傅婉宁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短发，我习惯了留短发，这样也方便打理。洗头最方便了，哪怕是深夜到家，也能洗个头，
用吹风干吹2下就干了，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。留长发的话，要费时间打理，就是简单洗个头。长头发吹起来也没那么快干。我工作忙，经常是凌晨才到家，短发更方便一点。我已经20几年没有穿过裙子了，穿上去都有点不自在。海童笑着挽住他的手臂，带着他往屋里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理解的，闲时你可以穿裙子，特别是夏天，舒服很多。傅婉宁的性格都男儿化，豪爽，让她穿裙子，她是不自在。海童清楚这条裙子是他送给傅婉宁的，否则傅婉宁都不会换上裙子，这是给他面子。2个人聊得来，事实上海童跟谁都能聊得来，而傅婉宁是生意人，口才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战印放下了小侄儿，请着副董进屋。副董笑着说：战总，打扰了。不打扰，副董过来，那是给我们面子。副董扭头看了一下周阳和宝宝，战印说道：东西让他们俩拿，没事的。他们战家的孩子又不娇气。战慕辰和周阳2个人都大包小包的。战慕辰吐槽他哥：表哥，你下次别买这么多。虽然我力气大，但是2边手提着这么多，还是有点重的。周阳说道：总要每个长辈都有一份吧。他低笑：谁叫你家里长辈那么多？爷爷辈的6个，父辈的18个，就算其他叔婶不在山庄，周阳每次过来都会给他们备上一份，这样一来就多了。他这样买东西，傅婉宁也跟着他买，这样加起来东西就更多了。周阳说道：路不远，没事。你要是将车子停在山庄门口的露天停车场，要走很远的路，那才累。好吧，表哥说的对。他家里长辈都算在一起的话，便是24个人，每个人一份礼品就要24份。他平时到外地出差，回来时给长辈们带东西，也是要带很多，而他们一般都是每位长辈给双份的。副董不知道多羡慕你们家，人丁兴旺，而且还很团结。战慕辰笑：这个倒是，我家里的气氛最好。有时候在外面累了，或者觉得受了委屈，就想回家，回到家里什么都好了。家是他们的避风巷。大家进屋后，由周阳向傅家爷孙俩介绍战家的人给他们认识。大房这边有客人时，2房3房的人都会过来帮忙着招待客人。副董比唐君业夫妻俩略大几岁，属于同辈人，很快就聊得投机了。喝过茶，吃了点东西，都不用周阳陪伴。战立荣兄弟3人就陪着副董逛着山庄，傅婉宁则是由海童等人陪同，不过周阳还是跟随。怎么说，这都是他的客户，他不能真将客户扔给小姨帮他招待的。山庄很大，傅家爷孙俩逛了1个下午，走马观花的算是逛完了。但若让他们自己逛的话，他们还记不住路，山庄太大了，他们这样走马观花的哪里记得住。傍晚的时候，战义臣夫妻俩以及老九夫妻俩也回来了。战慕辰的那几个已经进公司做事的堂弟，知道家里来了客人，推掉了应酬，一个个开着车跑回老宅吃饭。然后苏南夫妻俩以及君然夫妻俩凑巧过来了，遇上了便一起吃饭，热热闹闹的。傅董爷孙俩第一次感受到这股热闹。傅婉宁算是理解爷爷，更希望他能和战慕辰发展成为一对儿了。战家热闹，氛围也好，他和海阿姨处得来。战总虽说严肃了点儿，但在家人面前他却很温和，特别的疼老婆。海阿姨被他宠了几10年，夫妻俩感情依旧，好的如同初恋，着实让人羡慕。傅婉宁也看到了战家人对周阳的疼爱，知道了周阳从2岁开始便经常来战家，战家可以说是他的第2个家，战家长辈都疼他，对他和对战慕辰没有任何区别。怪不得周阳这么优秀，
在这般有爱的环境中成长，周围的长辈全都是最优秀的人，他就算想平凡一点，长辈们都会架着他往优秀那条路走去。天黑了，富家爷孙俩才告辞。回市区的酒店送他们的是周阳。周阳没有开车过来，他是用了战家的车，他小姨家里的车库都可以办车展了，他想开哪一辆就开哪一辆。送富家爷孙俩回市区后，周阳计划再回战家老宅住一晚，跟小姨聊聊天，也能跟表弟们交流一下工作心得。回到管城大酒店的时候是晚上9点，这个时间对于长期加班加点的傅婉宁来说还很早。谢谢周总送我们回来，今天太感谢周总以及战总一家了。傅婉宁向周阳道谢。傅董对今日之行也很满意，更开心。他和战立荣兄弟3个相谈甚欢，很聊得来。周阳笑着，傅总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答应你们的事。傅总应该答应我小姨留在山庄里住一晚的，明天再玩半天才回来也不迟。傅婉宁说道，哪能老是打扰海阿姨，我和爷爷明天在管城逛逛，给我妈买点礼物，后天一早就回去了。行程太紧，实在没有办法多停留，以后有机会过来，怎么着也要多留几天。我很喜欢你们管城的美食。傅董也笑道，我恨不得在管城扎根。婉宁，有空的时候咱们过来看看房子，在管城买栋房子，以后咱们过来出差多住几天。傅婉宁失笑，周阳则是说道，傅董真想买房子的话，需要我帮忙留意一下吗？战氏集团以前也投资过不少房产，我问问宝宝，看看还有没有适合的，推荐给傅董。你们应该是要买别墅的吧？傅董嗯着，是要别墅，不用太大，我们家人少，不过要带着前后院的。我喜欢养花，有院子能养花。